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，20多岁受点挫折就灰心丧气了，到了30多岁还没结婚呢，就开始着急了，40多岁再遭遇点挫折失败就彻底躺平了。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人，他38岁才结婚，48岁才起兵，50岁灭秦，54岁一统天下。他一生经历无数次的失败，可他屡败屡战，从不放弃。他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世人什么叫百折不挠，什么叫大器晚成。他就是长眠在我身后长陵这座封土堆的汉高祖刘邦。我现在脚下的位置啊，就是汉高祖的长陵，它位于陕西咸阳市的姚店街道三义村北，是汉高祖刘邦和吕后的合葬墓。这里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有的文献说长陵不应该发音长，应该念长陵。为什么呢？它的理由是长是尊长的意思。那汉高祖刘邦大家都知道是大汉朝的开国皇帝啊，他的陵墓是第一座啊，所以应该称之为长陵。这乍一听啊，有些道理啊。其实啊，我们之所以叫长陵，因为这个地方在古时候呢叫做长平坂。那二来呢，这个陵寝的地址距离西汉的长安城不远，在长安城高高的宫殿上呢，就可以看到这里厚厚的我们后面这个封土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期望大汉朝能够长长久久的意思，所以啊，我们准确的读法应该叫长陵。那么汉代的帝后合葬一般是叫做同陵而不同陵，后陵的坟丘呢一般都要比帝陵小，只有吕后坟丘的大小呢几乎和刘邦的坟丘是一样大的。刘邦的长陵不是汉代帝王陵墓中最大的，但他的陪葬墓却是西汉帝王陵墓中最多的，并且在周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。唐诗中说长陵高阙子安留，父葬累累尽列侯啊。你比如说啊，像萧何、曹参、张耳、周勃父子这些功臣贵戚啊，大都陪葬在这个附近。但是期望国祚长久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多么长久。到了西汉末年，赤眉军攻入长安，屠城纵火，发掘长陵，刘邦和吕后的陵寝都遭到了劫难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站在汉高祖刘邦的陵寝前面，来为大家讲述这位出身草根、布衣天子的传奇一生。说起这位西汉帝国的开国皇帝，那似乎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刘邦就是一个市井无赖。他出身低微啊，一身的流氓习气，而且还游手好闲、狡诈无赖。电视剧里呢，也把刘邦描写成一个到处蹭吃蹭喝，除了给寡妇挑水，就是去隔壁老王家借钱，关键还不还的这么一个赖皮角色。那最可恶的呢，是他得了天下之后又滥杀功臣，是个过河拆桥的家伙。那刘邦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呢？刘邦啊，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，并没有显赫的家世，那绝对的草根一枚。可以说他天生就没有项羽身上的贵族气。人家项羽是力能举鼎，长相英武，还出身贵族，妥妥的男神一枚啊。刘邦估计举鼎不行，偷个鸡还成，顶多在村里头也就算个村霸。但正是因为他的出身低微，所以刘邦没有那么多的束缚，他为人洒脱豪放，不拘小节。他不像楚霸王项羽，到哪儿都摆出一副架子啊！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，项羽和他叔叔项梁啊，在逃亡的那个路上，吃个饼都要正襟危坐。刘邦不这样，他比较接地气儿。那这就决定了刘邦做事呢会很务实，他身上虚的东西非常少。但是啊，你不要看刘邦的出身低微，就认为刘邦是个市井无赖、胸无大志。那么恰恰相反，刘邦早年就是胸有大志这么一人。他希望成就一番事业啊。他早年的时候仰慕魏国公子信陵君，他就很想投入到信陵君的门下去学习，所以他就后来来到了这个大梁。到了大梁之后，他才知道信陵君已经死了，而信陵君的门客张耳呢，当时也在招纳门客，所以刘邦又投入到张耳的门下，而且和张耳还结成了知己。那么到了后来魏国灭亡，张耳又成了秦帝国的通缉犯，门客都散了，刘邦这才回到老家沛县。所以这算是刘邦最早的求学经历了。后来呢，刘邦做了沛县的泗水亭长。那么亭长是个什么官呢？类似于今天我们派出所的所长。他当时和沛县的官吏混得很熟啊，在当地也小有名气。有一次送服役的人去咸阳的路上，碰到秦始皇大队人马出巡，他远远看去，说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那个车上啊，是威风八面啊，羡慕的他脱口而出说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。”由此可见呢，刘邦绝对不是个胸无大志的人。
啊，你们村有这样的无赖吗？早年到处游学，还有豪言壮语，估计你们村的无赖啊，最多就想着多赖几个钱，哎，多偷几条狗。但是啊，刘邦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想着要造反的，他早年啊也想当个良民，慢慢的呢混上光鲜的生活。然而老天一直没给他机会啊，混到快40郎当岁的时候，刘邦依然是一无所成，关键呢还是个单身狗。那这个时候的刘邦，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能做大事的苗头。到了公元前210年的时候，千古一帝秦始皇病死于沙丘，啊，胡亥继位了，就是秦二世。当时呢，宦官赵高就把持朝政，天下大乱。到了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一时间天下是云集响应啊。而刘邦这个时候呢，还只是江苏沛县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，重要的是他已经47岁了。那放在当时那个时代啊，刘邦妥妥的就是一个老年油腻男啊。但是还没来得及保温杯里泡枸杞呢，他的油腻日子就到头了。有一次啊，这油腻大叔刘邦就奉命押解一批刑犯去骊山服劳役，这路上就不断有人逃亡。刘邦知道这样下去，不到骊山，可能刑犯啊就差不多逃完了。那按照秦朝的律令，他会被处死，咋办呢？他的冷从脾气就上来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反了，这才开启了他的创业之路啊。本来刘邦啥也不是，翻烂内裤都找不出啥优点来，哎，可这会儿人缘好。他迅速地拉来了一堆小伙伴呢，组团造反。咱们先来看看刘邦的创业团队啊，里面有3大支柱啊，萧何呀、张良啊、韩信啊。萧何就是个乡政府秘书出身的刀比例，但好在人家和刘邦是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啊，当年没少在一块撸串。那张良是韩国欧巴，智勇双全，还长得帅，本来只是借给刘邦用几天的，哎，一出手呢，华丽丽的拿下了咸阳。结果等张良要回韩国的时候吧，哎，韩国让项羽给灭了。那再来说韩信，这小子纯粹就是一个问题少年啊，穷的饭都吃不上了。那么天天我们在电视剧里也看到，天天背着一把破剑装叉。后来当了兵，先是投奔了项羽，只混到了一个什么执戟郎中，就是拿着根杆子傻了吧唧杵在门口，类似于保安。后来实在是太憋屈了，就跳槽到了刘邦那里混饭吃。结果呢，去了以后还是拿根杆子傻了吧唧杵在门口。这回不一样了，原来是给老大项羽看门，现在转行看仓库了。这次就老伤自尊了，韩信干脆招呼也不打，直接走人了。多亏了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这才有了韩信后来的一步登天，逆袭成了大将军。我们由此看来，在当时各路造反的人马里啊，刘邦的队伍是最不起眼的那种下三滥创业团队。他们一无背景，二无资源，三呢没有远大的理想。相比高富帅楚霸王项羽，刘邦不但土鳖，还老得掉渣儿。他比项羽大了多少岁啊？整整24岁啊！刘邦这个人啊，身上有很多缺点，但也有很多优点。我觉得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真实、务实、接地气儿，他不装。他比较好色吧，原来出身也很低微，也没见过啥世面。刚攻下咸阳的时候，就被咸阳宫里的花花世界给迷晕了。索性呢，他就住在咸阳宫里乐不思蜀了。樊哙就说：“沛公是要打天下呢，还是要当个富家翁啊？这些奢侈华丽的东西是秦朝都亡了，您还要这些干嘛？还是赶快回到军营里去吧。”刘邦不听樊哙的话，恰巧张良也进来了，哎，就对刘邦说：“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。”樊哙的话说得很对啊，希望您能够听从他的劝告。结果刘邦就马上醒悟过来，吩咐手下就封了仓库，带着将士回到霸上的军营，这就是还军霸上的典故。我们从这儿啊，你会发现刘邦的另一个优点，就是能够听取意见，绝不刚愎自用。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啊，刘邦和项羽就楚汉相争了。刘邦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路，经常被打的就找不着内裤啊。彭城一战呢，还赔上了老爹和老婆。他经常被项羽揍的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啊。但这个老男人从未放弃，他屡败屡战，虽然10战9输，但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，只要不死，总会想方设法再次崛起。那今天屏幕前的朋友啊，如果你的人生正遭遇挫折，不妨想想人家刘邦，人家老爹和老婆都被抓走了，还能够东山再起，你怕什么呀？公元前202年，老男人刘邦终于在垓下之战中取得胜利了。项羽在乌江自刎。当年的2月28号，刘邦在山东定陶泗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，定国号为汉，就是汉朝。
这个是自公元前221年齐王扫六合以来的第2个大一统王朝啊！直到今天，我们所说的汉语、所写的汉字、穿的汉服，都源于汉朝的深远影响。然而，此时已然站在人生之巅的刘邦，并没有闲下来享受皇帝之福。公元前196年，淮南王英布叛乱，已经60岁的刘邦重新跨上战马，御驾亲征，平定叛乱。得胜还军的途中，他回到老家沛县。酒酣之时，刘邦不禁击筑吟唱，他回想自己这一生的千难万险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大风歌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1年后，汉高祖刘邦带着他的荣耀和遗憾与世长辞，享年61岁。他死后呢，就埋葬在我身后的长陵。那今天我就站在刘邦的陵寝前面，来为大家讲述这位西汉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。他能以布衣之身提3尺剑而取天下，绝不是仅仅靠厚脸皮耍无赖或者所说的这种流氓气。他其实是一个永不言败的大丈夫，一个善于用人、从谏如流的领导者，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创业者，一个豪情干云的千古帝王，更是有史以来千千万万草根成功逆袭的典范。可以说，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接地气儿的人物，最为鲜活。那这要拜托司马迁的一支如传大笔，他记录下了刘邦的点点滴滴。这来自社会底层、带着痞气的大汉开国皇帝，被赞誉为封建皇帝里最厉害的一个。黑格尔说，历史是一堆灰烬，但灰烬深处有余温。可以说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，刘邦是最有温度、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。有时间的话，你愿意来长陵看一看这位最有温度的草根创业者汉高祖刘邦吗？